这边准备推车往下，但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开阔的4条水道。这边叫日落河谷，这是个莲花池，感觉莲花还没有开啊。你看这边有更宽的钓鱼塘啊，这个面积很大的。值得堂、值得红基业、鹤芳树等人。大家好，今天难得好天气啊！前几天每天都下雨，再过2天呢，又是下雨的时候啊。趁着今天的好天气，准备出村去唱席一会儿。我们现在准备从19号大街去到天湖居侧门出去，走莲花大道啊，然后到景观大道，一直到4条水道边去走走。今天我还特地把码表装上了，看看能够骑多少路。但是很多路段呢都是我骑了又骑的，所以就不一定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目标呢，今天是去到虎捏岛，大概应该有个20来公里吧。好，我们出发。昨天呢，我又把这台小车它的一个避震器稍微调了一下，因为前几天我去北教的时候就发现我的手只要扶着车把一抬，这个后面的避震器跟单车的部分就会松动，就感觉很不舒服。骑回来的路上老是觉得它会不会松脱，可能是我在安装的时候还是有个地方没有安装到位吧。结果昨天我拆下来重新安了一下，现在感觉好了很多，希望它不至于这回松脱。现在呢，我从19号大街向着天湖居方向骑行，然后呢，打算从天湖居的侧门骑到外面的莲花山道上。现在呢，我已经骑行在莲花大道了，我的右侧面就是祈福新村。我看左侧也弄了一个休闲公园，应该是村里办的吧，有个水塘。这边还有一位外国人在这边跑步，能够挑战这个上坡道，我觉得挺厉害的。骑到现在呢，也就是骑了3点几公里而已，距离目的地呢还远着呢。现在这些信息都是根据你在网上查看了什么样的内容，它就会有一些回馈，或者说就会给你推送一些相近的资讯。比方说昨天我就看了一下祈福新村边上的一些正在施工的地块，结果他就噼里啪啦给我推送了很多有关祈福新村边上的地块的一些项目。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还没引的关于26号线石广路设站的一些信息。那另外的话呢，
也把村里正在进行的一些项目说了一下。就像我的右侧这边是搞一个垃圾中转站，这个垃圾中转站呢，据说大家搞了10多年啊，就是因为边上的居民他不答应、不认同，觉得垃圾站呢本身就是一些有毒的物质、有害的气体。那最担心的当然是他们的居民的身体健康。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房价有可能会因为在一个垃圾的转运站边上呢，使得房价就会受损，就会贬值。那这个当然都是老百姓啊迫切他们想要避免的事情。所以呢，经过了10多年的垃圾站，那现在呢还是正在建设施工之中了。那要不就达成了妥协，要不的话呢，总是扛不过政府行为吧。以后这边呢就会变成一个垃圾转运站的出入口。当然不知道会不会顺带着呢，让村民进出也会多一条出入口，这个就不太清楚。现在呢，我已经骑到了莲花山道的最高处了。这个地方呢，就是大麓山、大富山的山路，也就是大富山森林公园边上啊，有很多村庄，也有很多田地啊。前阵子我们一起走过的左前方的金根村，金根村里面呢有好多个姓氏组成的，因为我看到那边有很多姓氏的祠堂，就感觉这些人对先人留下来的这些遗存还是挺在意的。所以广州老的村如果要改造城市化，最避不开的呢，就是老村里面那些祠堂，你必须把它修好啊。这个是村民他们那个宗族的一些念想。所以这个新的这些屋村建起来以后，你就会发现门口呢就有很大的牌坊写着这个村以前的名字。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村里会有不少主要的祠堂，当然这些祠堂也是100-200年甚至更长时间慢慢积存下来的，也是看这个姓氏的人家在这边曾经做过什么贡献，然后积攒了多少的家财，这个后辈呢有没有人才辈出等等因素就使得他们的祠堂就会建起来。那么有些祠堂呢明显就会看上去要比周围的祠堂更为宏伟，大概就是跟先人的努力是有关的。就这样在这种山道上骑行上坡下坡的，距离呢有点长，所以有时候就说说话一个呢分享一些我所知道的，另外一个呢其实也是打发骑行中无聊的时间。就你有时候说了一段话，1-2公里的路就这么骑完了。刚刚我还说骑了3公里多，现在已经接近5公里了。我们继续向着鱼山西路方向骑行。过了鱼山西路呢，就是景观大道我们今天还必须要上景观大桥，因为要到4桥水道的对侧才能够沿着河岸骑行现在呢，我骑过鱼山西路，前面就是景观大道了。这边呢并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拍摄的地方，
所以我就等到上桥再说。我唯一发现的是，这个边上有个横江村门前搞了一个什么大富山商业街，正在盛大招商。我看他从疫情之后就建到现在了，终于开始正式开张营业了吗？看到确实大部分商铺都已经租了出去，有些可能还在做一些装修，准备要开业。像这种乡村经济能不能长久，能不能振兴村里的经济就不好说了。我看左侧这一片的树林都是夹竹桃，还有很漂亮的粉色的花。左侧这边上桥呢，就上到了景观大桥了。但是如果你要直走的话，就是长堤西路，就直接去到赤桥水道边。当然我还是要上桥骑行。好，现在开始骑上桥去，这是一个蛮长的大桥。现在呢，已经骑上了景观大桥最高处了。现在我在前面找一个下桥去的地方，然后准备推车下桥。这边准备推车往下，但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开阔的石桥水道，前面的矮山一片翠绿啊，还是很美的吧。好，现在推车下桥。好，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石桥水道的另外一侧，我们就从这个水道边的这条小道缓缓向前骑行。大家可以看到，边上的榕树的根很厉害，就把这条步道顶得乱七八糟了。但是这块风光不错，看看这个河边的美人蕉，开阔的河水，还有对岸的绿树，后面的远山，挺美的。经过江边水闸，在这种日渐炎热的天气，就在这种河床边树荫底下的小道上来缓缓骑行，觉得是最佳的休闲的运动方式。你看那些人都把车停到了步道上了。这河边最不缺的就是钓鱼的人。这边有一个小码头，也有清水的平台。
这边有个小码头，从河里有一堆穿着军服的人在这边训练吗？龙湾湿地啊，这里有名字。跟前些年相比呢，这边绿道旁啊起了一些凉亭，把这些休闲步道也整得好了一点啊。这边叫日落河谷。这条号称龙湾冲碧道，就有人可能有疑问啊，这个碧道和绿道有什么区别？碧道呢，我觉得应该珠三角这边的一个说法，就是这边河川发达，很多的河边呢这些步道啊，它都是贴着这些水道来走的，所以呢，这个碧波荡漾啊，这河里的水呢，就是碧绿的感觉，所以称之为碧道。那绿道呢，其实可能也包括碧道，但一般而言呢，就是绿道，就是边上有些矮树啊、森林啊，当然也包括河边的这些绿植。那相对而言，碧道呢，肯定是边上有水啊。绿道呢，可能就不一定。但凡有绿的这样的环境的道路呢，都可以称之为绿道。大概是这样的解释吧。岭南这个地方啊，因为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冬天，所以常年都是绿的，所以每一条道路你都可以称之为绿道，因为真的是一片绿色的感觉，还是让人非常的心情愉悦。从头顶上的一座高铁桥下通过，然后你可以看到左侧这边呢，就是一个鱼塘连着一个鱼塘。这个地方最发达的就是钓鱼业了。当然，这些业主到底赚不赚钱啊，我们也搞不清楚。但总之呢，这边鱼塘是一个连着一个。我已经看到左侧有个莲花池，不知道莲花开了没有，反正这些荷叶已经基本上铺满了水面了。我们到时候跟进去看一看。这是这个莲花池，感觉莲花还没有开啊，只是一些莲叶都已经绿了，可能还在半个来月。你看，这里就是一个一个的钓鱼场啊，在滴水岩的山脚下。好，我们继续沿着这条龙湾冲水道向前前行。这个左侧有更多的鱼塘。从嘉里骑到这边刚刚好10公里，但因为中间有很多路段我并没有录制，所以我们继续往前走走。
现在头顶上的这个高架桥啊，应该是东兴高速。你看啊，这边有更宽的钓鱼塘啊，哦，这个面积很大的，瞧瞧，这个到底是韬光养晦呢，还是在这个地方谋划大业呢？这一路会这么看，停了很多的私家车，停在钓位旁。好，还是转到更清水的步道上来骑的。曾经洒落的这些树叶都已经枯黄了，很多的花瓣现在都成了花泥了。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看看这条水道向前有个小弯，弯到右前方去，环境还是相当不错的。原来这边上来呢，就已经到了大桥边了。转出来刚好就是水泥大桥，刚好就是顺桥而上嘛。桥下呢就紫泥河了，过了桥以后就是要去找到这条环紫泥岛的骑行道，然后从那边呢就开始我完整的环紫泥岛骑行。好，从这边拐进去呢就是宝墨园了啊。前面呢就是紫泥岛的环岛路的起点，同时我还打算先到周边的一些村庄、村屋还有池塘边上去转一圈，然后才正式开始环岛路的骑行。我知道这边有一个梁氏祠堂，值得堂，值得弘基业，鹤方树本源，山上梁氏宗祠。骑到这边刚好14公里啊，我们到村里面再去逛逛。看来后面是有一座耳山的啊，所以以前的池塘都是背山面水，没有水呢就开一个池塘。这个里面我没有骑进来过。
要爬一个坡。这个珍妮岛以前呢出行不便的，又通过摆渡，现在建了桥了，所以应该是比较古朴的一个村庄。贴在山边还是有很多房子的。哦，原来这边还有一番天地啊，保留着一片古建筑，还蛮漂亮的。原来这边叫酱园坊。你看啊，我的左侧这一片蛮有意思，像一个道观一样的建筑物，看看是什么建筑。鳌山古庙，应该是一个道观吧。这么一片宽敞的地方，我好像从来没来过。神农古庙，鳌山古庙群。看到上面写的有一个村史简介，这里是三善村，位于番禺区沙湾街西南部，东隔江与沙湾西村、揽河村、揽河镇、甘港村、张松村相邻。原来叫三善村。看这个围墙上面有一组灰雕，雕的是蛮好看的，雕的还是比较古朴有趣。现在正对着呢就是鳌山古庙，一座道观，但其实呢又是观音殿又是神农古庙的。中国的信仰还是很随意啊，也是很多彩的。无意间走了梁氏宗祠后面的一条山道，就来到了三善村。这边应该也是他们遗存和保留下来的一片文化古迹啊，叫鳌山古建筑。那这一段呢，我就当作我今天来珍妮岛上第一段的骑行分享。我们等一会儿在珍妮岛随意的逛逛，然后呢，打算还是去完整的骑行一下珍妮岛环岛路。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我们现在准备走路出去，前往环岛路。我们一会儿见，拜拜。